今天呢，来给大家讲一个通用的放大技术，也就是 Upscaler。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用的一种标准的放大技术。可能我们说了很多啊，包括用各种各样的模型去放大。那其实很多人自己去用的这个放大技术呢，往往就是基于这种最简单的应用的啊，一般呢是不会加额外的模型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放大的效果。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呢，是我之前用Flux 生成的一张。当然这个 Flux 模型呢稍微有一些特点啊，就是它是一个 Schnell 架构的，就是我们说那个非商用版本的啊，而且呢它的采样步数呢只有5步，所以说生成的这个图像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放大，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斑点出现。这个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当中呢其实详细讲过这个模型。那我们先看放大之后的一个效果。大家注意一下，大家注意肩膀这个位置的光泽，注意脸的位置，的确呢是有一种除雾的感觉啊，所以说这个放大技术呢其实是非常通用的，而且呢相对来说非常简单。那为什么我想到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今天呢在 Twitter 上看了一个帖子，那么讲到了这样一个模型啊，大家看一下，是一个 Confluent 的一个第三方的库，叫 Clarity AI。这个东西呢放大的效果呢非常的棒，你看它的名字啊，就是让一个图片变清晰，那其实就是一种超平衡放大。那它这儿有一个例子，这儿有一只狗啊，然后它经过这个节点呢就给放大了。那么之前呢它只提供了一种线上的方式，那你需要到它的官网上呢去申请一个 K， 然后呢把它放到它的配置文件里边，然后呢你就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去调这个模型。那之前呢基本是这样一个用法，所以说呢我根本没有在意这个东西，因为只要是线上的资源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出于这个网络的原因啊，或者是使用限制的原因啊，可能用起来并不是那么的顺，所以说呢我一般比较排斥直接使用网上的服务，我更愿意把它搭在本地。那今天呢它做了一版更新，它做了一个完全可以复现这个效果的本地的工作流。那这个工作流呢你可以在这儿把它下载下来，就是这个 freeworkflow.json。 那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工作流，那我看到之后呢，那么它用的这个技术呢其实跟我用的放大技术呢是差不多的，我相信跟很多人呢用的技术也是差不多的，那只不过是它会有很多注意的细节。那所以说呢我又综合了一下，下边呢我们就逐一来实现一下这个工作流。我们先把它清空。那么这个工作流大体的思路是什么呢？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增加细节，第二个我们要保持一致性，基本上就这两个东西。增加细节呢无非就是靠 LoRa 来增加，而一致性呢一般我们就是靠 Tile 来实现。Tile 呢有两种啊，第一种是我们说的在控制网络里边的 Tile， 那第二种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采样方面的 Tile。 所以说呢你只要把这个思路捋清楚，那做起来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工作流来一步一步的给大家实现一下。我们来放一个基本的 SD15 的工作流。大家注意，这是我之前存的一个模板啊，这儿我们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简单过一下这个流程。我之前存这个模板呢是给 AnimateDiff 去用的啊，所以说加载模型的这个节点呢其实呢并不是我们通用的那个节点，而是一个基于 AnimateDiff 的一个节点啊，所以说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把它改掉。这个呢我们就直接换成一个普通的 Checkpoint Loader 就可以了。下边就是模型的选择，这个模型选择呢一般呢我们就选两种啊，凡是这种放大的记住就两种。第一种呢我们要么就选这个 Real Vision， 要么呢就选 Juggernaut。 这两个模型呢应该说是非常棒的啊，因为它主要突出这个写实的一个特点。这儿呢我们选 Juggernaut， 下边呢该连的连一下。这儿的 VE 呢我是用了我们通用的这个第三方的 VE， 而不是模型自带的啊。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儿呢有一个 CR-Apply LoRa Stack 啊，这儿有一个 LoRa 的一个站。这个站的话呢可以堆叠很多的 LoRa 进去，那这个 LoRa 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细节。那 LoRa 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提升画质和增加细节啊，所以说呢我们来增加两个 LoRa。这两个 LoRa 呢非常的常见，第一个就是 Add Detail，
这个东西呢，只要你做过 SD15 或者是 SDXL， 可能都用过类似的模型。在 Civita.ai 上呢，你可能能搜到很多的这种 LoRa。那我下哪个，你就看下载量，哪个最多你就下载哪个啊。这个 LoRa 呢，是我们一般经常去用的一个增加细节的 LoRa。这个 LoRa 的权重值的取值范围呢是-2到-2。当然呢，我们一般不会调那么大，但是呢，在这种优化领域，你可以调得很大，因为你注意，我们在放大的时候呢，我们的采样呢不会调的太满，不会调到1，所以说呢，你的 LoRa 即便是开的有点满，对后边也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直接给它给成2，也就是我让它尽量多的增加细节。第二个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增加画质的这个 LoRa 呢，我们叫做 SDXL Render。那权重值呢，我给到1。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LoRa， 这个 LoRa 其实是想让我们的 SD15 模型生成的效果呢更加接近于 SDXL， 所以说呢，它在增加这个 LoRa 之后呢，会在面部的很多细节上呢做一些提升，而且它有比较强的泛化能力啊。你可以用这个 LoRa 让这个画质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推荐的值是 0.2 到 0.9 啊，我这儿就直接给了 1.0。当然呢，你也可以给 0.9。我们按推荐值来。第三个呢，我们就没有了，所以说呢，第三个是 Not， 而且把这儿给它关掉啊，前两个是 On， 是开着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 LoRa 的部分就设置好了。我们把 Model 呢给它做了一个存储，叫做 SD Model。原始的 Model 我也存了一下，就是在没经过 LoRa 的时候的 Model 呢，我也存了一下，叫做 NIT Model。因为我不知道我后边会不会用到它，这是我们说的 Stop Last Layer。一般呢，我们在优化的时候是不用去调这个东西的。下边就是我们的提示词的写法。提示词的话呢，一般我们就写2个单词就行。一个呢叫做 Masterpiece， 杰作。第二个呢，我们加一个 Best Quality 就可以了。大家注意啊，之所以这样加，是因为呢，我们只是进行优化嘛，所以说呢，不对主体啊、环境啊、色彩做任何的描写啊，我们直接用这种通用的提示词就可以。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Clip， 然后我们的条件全部存储好，我们基础的 SD 纹生图的流程呢，就算是做完了。编一个组，下边呢，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输入对象呢来做一些基本的控制啊。首先呢，我们来上传一个图片，这个就上传我们刚才的那张图片就可以。大家注意啊，在这儿呢，我们主要是对它进行放大处理，而且呢，要对它进行一些 tile 的前期处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放大的这个部分。放大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直接用 Upscale。用 Upscale Image Using Model 啊，就是我们使用模型把它放大。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 Ultra Sharp，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模型，是可以把这个放大4倍啊。当然放大4倍你采样起来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呢，我们再缩小到1半，让它放大成2倍。这个方法呢，我们选成这个。这样呢，我们选成 0.5， 这样其实我们就得到了一个2倍大的一个图像。我们把这2个变量存一下，这个我们叫做 NIT Image， 也就是原始图片。这个呢，我们叫做 Up Image， 就是放大之后的图片。我们把它编上组。那下边呢，就是我们的 tile 的处理啊。tile 呢有2种啊，第一种呢就是 ControlNet 里边的 tile 的应用。第二个就是采样的时候 tile 的应用，这个呢我们就逐一来实现。我们先看 ControlNet， 所以说呢我们核心的是一个 ControlNet Apply。我还是用这个扩展里边的这个啊，用起来比较舒服。把各个节点给它连上，这个我们都存过了，所以说比较简单。这样呢我们就选 tile 模型就可以。注意，我这个模型是 SD15 的啊，我直接选 SD15 的 tile 模型。我们给它增加一个软缩放。
缩放值呢我们设成 0.9， 因为我们要保证它更多的一致性，所以说呢我们设成 0.9， 这属于一个经验的东西。如果你做过很多，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下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图片的话呢我们就用 IIT Image 就可以，这个别用那个放大的啊，因为你放大了之后，其实在控制网络里边效果呢并不会比原版的要好。底下呢其实是不用的，那在这儿的话我们把条件再一次存一下。那这样我们采样条件的部分呢也就完了。那下边呢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个采样的一个过程了。那核心的组件当然是 Case Sampler。采样条件模型这个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先把条件给它确定一下，这个是我们经过 concatenate 之后的条件。大家注意啊，我们下边呢就是要生成一个 latent image， 这个 latent image 是用我们的 up image 进行 VAE encode。那 VAE encode 呢，如果我们在这儿图片比较大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 tile 模式的。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编码和解码里边是这样，如果它第一遍会出现报内存，它第二遍就会自动切到 tile。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用 config 的时候，你第一遍报错了，你再一遍运行它就过去了，是因为它第二遍的时候呢就给切到了这个 tile 模式下边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直接用 tile 模式。tile size 呢，由于我的图片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呢我用768。那么还有重点就是这个 model 的部分。model 的部分呢，我们当然用的肯定是这个原始的 model。下面呢，我们串联第一个用于优化的 model。这个 model 呢，就叫做 tilde diffusion。这儿呢有一个 diffusion 的方法啊，一般呢我们是选这个 multi diffusion。这个东西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边也专门讲过，它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在放大图片的时候呢，效果是非常棒的，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儿我就不细讲了。而且呢，它比较好的地方是它既支持我们说的 1.0、2.0、3.0， 也就是 Flux， 像这种它都是可以支持的。那回头呢，我们可以在 Flux 里边用一下，它比我们直接用 Upscaler 这个效果呢要好很多。待会儿我们再连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大家就容易见到了啊，叫 FreeU。这个我用第二版，那这样模型的部分呢也就完了。下面呢就是我们的 decode，decode 我同样是用带 tile 的 decode。下边呢就是这个参数的设定，一般呢我们可以在25步和30步进行采样设定，这个你就按照 SD15 的设置方法就行。但是 CFG 别设成 8.0 啊，因为我们加了很多的条件，所以说当条件加的多之后呢 ，CFG 要适当的降低。当然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加，你可以先按照你的习惯去设置，然后看一下那个出来的效果。如果那个效果呢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那我们可以把它再调低。这儿我建议大家是6或者是5都可以。采样算法呢，这儿为了照顾速度，我用 DPMPP 2M， 然后这个地方我用 Keras。降噪不要开满啊，因为你现在其实是一个优化，而且你前面加着 tile，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不用降的太多啊，一般呢我们是在 0.35 左右，最高呢不要调到 0.5， 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这个地方呢我们同样也改成768。这儿默认都是768啊，我们就不用管它了。下面呢，我们来把它编一个组，我们把预览的这个拿出来嘛。我们跑一下这个流程，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放大，大家注意面部的细节啊，这个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当然，你要是希望看一个对比的话呢，我们可以将这个给它缩起来，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图片。在 RT3 里边有一个 Compare Image 这样一个节点。Image Compare， 那第一张图片呢，当然是我们的 IIT Image， 第二张图片就是我们最终的这张图片，我可以把它直接连过来，
因为后续没有操作，没有必要再存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大，方便我们看到这个效果。下面呢，我们再来生成一遍。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原始图，你可以感觉出来它有点模糊。下边呢，我们看一下生成之后的。大家有没有觉得是不是变得很清楚？你可以放大来看。我们重点看一下脸这个位置，注意鼻子这儿的一个高光。那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强度不够的话，可以调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采样的降噪系数，这个呢到 0.5 之后，往往呢就会对面部或者人物的一致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大家注意生成之后的这个眼的这个位置呢，确实是变得更加的清楚啊，但是它就更像西方人，就是对面部其实的一致性呢有了比较大的一个破坏。其实如果你要是有自己的 LoRa 的话呢，可以加上，这样的话呢，在一致性方面保持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值，我建议大家呢就在 0.35 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采样方法，如果你要是选用我们经常生成人物的那个DPMPP-SD GPU， 这个对人物的影响呢也会比较大。我们看一下，这是原图，大家注意这是35的状态。35的状态呢，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也是有一些明显的西方人的特点。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不会用SD GPU， 首先它采样速度比较慢，另外它对图片的伤害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呢，这儿我建议大家是用 DPMPP-2M。其实在 3.5 的情况下呢，反而我们的 ControlNet 这个软缩放的值呢是825还是90的影响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啊。我们换成825，其他参数保持不变，我们来生成一遍。你可以把这个 0.85 的设定认为和我们 SD-WebUI 里边写的那个提示词更重要，跟那个选项是保持一致的。好，下边我们看一下825之后的效果。那你会发现呢，825其实和9呢差不了太多，因为你的采样步数必定比较小啊 0.35， 所以说这点区别呢可能还不容易看出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 0.9， 一般我们是用 0.9 来更多的保持它的一致性。剩下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主模型，现在我们用的是 Juggernaut。这个模型不管是在 SD15 里边还是在我们的 SDXL 里边，那这个模型都非常的有名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写实模型。当然你可以选择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写实模型。那我们用它的话呢，来看一下有什么区别没有，因为不同的模型它侧重点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把这个打开，这样我们容易看到这个效果。那可能这个更强烈一些啊，就是这个对人的这种影响可能更强烈一些。那你可以把降噪系数调的再低一点，它这种细化的能力可能更强。而且你注意这个头发的这个地方变得更加真实啊。那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试一下 0.25， 尽量就是不要让这个人看上去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那可能你在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呢，我们的降噪系数就要稍微的低一点啊。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优化的效果可能更好一点。那尤其是在对比度人物的面部，你注意头发的这个地方非常的明显。那另外就是面部，我们不会觉得它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它变得更清楚了。要不然我们测试一下它对于其他图片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随便试几张，比方说这个相对于刚才这个就光照效果会更好，它就看起来就更加的清楚。这是原始图片，我们看一下修复之后的，也是很明显会有一个
这个对比度、像素甚至雅致这个地方都有比较好的改善。再换一张，好，这是原始图片，看一下优化之后的，非常的明显。那最后呢，我们来试一张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特别有意思。这个图片本来就是用 Flux 生成的一张比较清楚的图片，那我们看一下在放大和优化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效果。因为这个图片呢本身就是用 Flux 来生成的，它已经够清楚了啊。那我们看一下加了这个之后会不会有更明显的效果。其实还是能看出来的，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面部这个地方那明显会多一些阴影。所以说这个如果是用 Flux 生成的这种比较清楚的图片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你再去增加细节，你可以去放大，但是不要去增加细节啊。那因为它本身呢已经够清楚了，如果再增加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面部其实呢有点过啊。这个你就看个人的这个视觉感受吧，就是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去放大啊？如果是这个图片不太清楚，那你放大之后呢，可以起到优化和保持一致性这样两个作用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LoRa 的这个部分。那这个 LoRa 的部分呢，你只要是增加细节的、调整画面的都可以去加，这个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一定要用哪个 LoRa， 看个人习惯。一般呢，我就是用 Add Detail 一个，或者是不用，这个也是可以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